长相思第2季尚未开播，因杨紫评论涂山烬引发争议。亲爱的读者们，2024年你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呢？剧情中的纠葛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但其实最大的争议点还是杨紫和涂山烬之间的意见冲突。很多网友可能会对《长相思》第2季有反应，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第2季播出之前，一些剧迷已经集体突破了防护措施。这主要是因为杨紫对涂山烬的评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什么原因呢？电视剧《长相思》第1季无疑是一部突破剧。很多观众对张万一、邓伟、谭健次等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剧刚公开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杨紫饰演的是一个人称3个人的角色。但令人意外的是，该剧播出时，所有主演都到场了。这就是热播剧的震撼效果。这部电视剧播出时，涂山烬和逍遥的 CP 关系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紧随其后的是香柳和逍遥的 CP 关系。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涂山烬和逍遥是剧中的官方配角，他们注定要在一起。涂山烬和逍遥想要走到一起，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出于好意救了叶17，本以为可以共度余生，结果发现叶17其实就是涂山家族的2少爷涂山烬。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未婚妻，名叫防风一影。小瑶想要和涂山烬分手，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涂山烬实在是太美丽了。涂山烬想要退婚，却遭到了接二连三的阻拦，更被防风一影欺骗，让大家误以为她怀上了涂山烬的孩子。在小瑶提出分手之后，涂山烬再也没有主动去找过小瑶，因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她。庆幸的是，逍遥发现防风一影和涂山侯有染，涂山烬和逍遥重归于好，终于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长相思之所以受到网友的喜爱，是因为每一位演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可以观察到剧中的每一位演员对于自己的角色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出乎意料的是，杨紫的一次采访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最近的采访中，杨紫提到涂山烬，他确实是一个适合生活的人，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听话的人，总是听家人的建议。杨紫的话引起了讨论，有网友开始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两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听到这样的评论后，一些涂山烬的粉丝立即解除了警惕，因为杨紫用非常适合生活这个词来形容涂山烬。有网友觉得用适合生活这个词不太合适，似乎给人一种角色被贬低的感觉。逍遥选择涂山烬并不是因为他适合生活，甚至有网友认为杨紫的言论直接导致了官方配角的流失。随着讨论的不断热度，大量网友也加入了讨论。通过看小说、看电视剧，我们可以发现逍遥其实是涂山烬的后裔。但仔细分析各种细节，似乎他并不是唯一喜欢涂山烬的人。不少网友在看剧的同时忍不住问：逍遥喜欢香柳吗？逍遥感受到香柳的坚持，他开始思考这段感情的复杂性。虽然逍遥多次尝试接近香柳，但都被香柳冷冷拒绝。其实香柳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接近逍遥，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他能够放手，他相信逍遥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追随香柳。仔细观察，香柳为逍遥所做的一切，并不亚于涂山烬。当逍遥表达自己无法自保、无人依靠、无处可去的困境时，香柳开始寻找宝贵的资源，花了35年的时间为他制作了一把弓箭，保护他在战场上，还抵度过了他37年的生命。虽然他多次想要杀死他，但都因为小瑶的选择而放弃了。面对这样的爱，喜怎么可能傲瑶不感动吗？小瑶之所以选择涂山烬，是因为涂山烬能够给小瑶提供她最想要的东西，而涂山烬愿意为了小瑶放弃一切。为此，两人最终选择隐居山林。杨紫认为涂山烬是一个适合共度一生的人，他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非常深刻，因为涂山竟是他的选择。从网上流传的信息来看，《长相思》第2季很可能很快就会上映。读者朋友们，你们对此有何期待呢？两人都在校园剧中饰演女主角，如果把杨紫和张嘉宁放在一起比较，差距就很明显了。近日，杨紫主演的最新剧《好久不见》的收视表现令人惊叹。这部备受期待的校园剧居然划出了 CVB 统计的前10名，这种意想不到的低迷让球迷措手不及。本文将深度剖析杨紫演技背后的故事，揭秘她在娱乐圈的曲折历程。首先，我们重点关注杨紫在剧中的表现。在《爱很久了》中，她尝试诠释学生形象，穿着简单的校服外套，扎着马尾辫，中分发型，尽显校园女生的清纯风范。不过，她五官的成熟与其他同龄演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或许也是她收视率陷入困境的一部分。尤其是与她在剧中搭档张嘉宁的反差更加显着。张嘉宁在《一闪一闪亮晶晶》中的表演自然而栩栩如生，没有任何做作和灵动，给人一种强烈的放松感。她的表演风格展现出清爽、生活化的一面，与杨紫的努力、做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杨紫近年来的选角而言，她尝试挑战性感女神的标签，追求更有深度的角色。然而，这个决定却让她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尤其是在好友包贝尔的婚礼上，她更是成为众多扮狼恶作剧的对象。一场尴尬的婚礼事件让她陷入了舆论的泥潭。在这一系列的波折中，杨紫对于娱乐圈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许正是这些波折，让她不再接受自己之前擅长的性感女神角色，希望通过拒绝刻板的角色来证明自己的演技能力。她成为了一名在光环之外探索自我的女演员。她的娱乐生涯既辉煌又多事。这个故事就像是一场娱乐圈的冒险。杨紫是这次冒险的勇敢者，她不畏惧风险，敢于挑战固有的刻板印象。性感女神的标签或许给了她名气，但也给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然而，她并不满足于静态的形象。她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渴望在银幕上展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张嘉宁的表演也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在校园剧中，她展现了清爽又栩栩如生的演技，不拘一格的表演更容易让观众与她产生共鸣。或许，演技高深并不总是最适合校园剧，更自然、更真实的表演才是观众喜欢的。总的来说，杨紫的娱乐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在表演、角色选择上的各种尝试和突破，都是她勇敢探索的痕迹。而我们也可以从她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即使事业上遇到挫折，也要坚持追求真实性和多样性，不被外部定位所束缚。杨紫，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演员在娱乐圈奋斗的写照，更是一个灵魂对于自由和深度的追求。她不想被定义，她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在这个充满曲折和挑战的娱乐圈里，杨紫或许是那个用实力和勇气书写自己传奇的女人。或许未来她会在演艺道路上继续前行，挑战更多的可能性，成为娱乐圈一颗璀璨的明星。地久天长结局惨淡，连国家1级演员都选不到，网友们把这部剧《好久不见》当作一部万众期待的都市爱情剧来观看。虽然它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和精心设计的剧情，但在实际播出的过程中却受到了观众的不少质疑和批评。刻意的剧情伏笔和刻板的人物关系套路让观众不满意，表演也不尽如人意。一些演员没能完全符合人物设定，成为剧中的呆子。首先，剧情上存在很多问题。地久天长的爱情被定义为都市爱情剧，但剧情显得过于刻意，准备过度，有些情节显得死板套路。比如黄英子和方明玉的情感关系设计过于牵强，人物行为缺乏理性，让人难以接受。其次，演员的表演也受到质疑。地久天长的爱情虽然有杨紫、
金史嘉等实力派演员加盟，但部分演员的表现却未能达到观众的预期，尤其是范丞丞和孙燕的表演备受诟病。范丞丞的表演显得呆板，缺乏情感表达，而孙燕的形象和演技则与角色设定相差甚远，让人感觉有些尴尬。句号。范丞丞在剧中的角色在一些关键戏份表现平平，与杨紫对手戏则显得有些乏味，尤其是在重要的感情戏中，他的表现令人失望，与杨紫的情绪反应形成明显反差，引发了网友的不满。孙俪妹妹因形象平庸、表演夸张而被诟病，她在剧中的角色显得与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这两位演员的表演不仅暴露了剧本在人物塑造和剧情设置上的不足，也凸显了导演在人物引导和演员引导上的疏忽。同时，这也引起了观众对电视剧整体质量的质疑和反思。毕竟，演员再好，也很难挽救一部剧。如果剧本和导演不到位，表演再好也很难拍出好的效果。除了演员的问题之外，剧情本身也存在一些逻辑漏洞和牵强的情节点。观众指出，剧情发展过程中，部分人物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与现实生活不符，让人感觉不真实、不自然。这导致观众对剧情投入较少，难以产生共鸣和情感联系，进而影响了整部剧的整体评价。总的来说，《九爱》虽然在演员阵容和制作水平上有一定的亮点，但人物塑造和剧情推进上的不足，导致了观众对该剧的弃剧。这也提醒我们，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演员阵容和商业利益，还要注重剧本的质量和导演的水平，以确保作品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无论是剧情逻辑还是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最后，作为观众，我们也应该理性对待电视剧，不要盲目追求明星阵容。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工作的整体质量和内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电视剧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优质作品走进观众的视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思想启迪。未来，希望地久天长能够吸取教训，完善剧情和人物设计，为观众呈现更高质量的内容，重新获得观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电视剧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注重艺术性和观赏性，真正成为精品剧，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